新加坡开埠以来，岁月匆匆，许多历史没来得及好好记录下来。所幸民间不乏有心人，默默拾起时光遗落的老物件。校徽，很多人一看到，脑海里就会浮现起校园生活的青涩回忆。看似平凡的徽章设计，却各具巧思，蕴含着每所学校的教育理念。对新加坡300多所中小学来说，校徽是学校精神的象征，彰显各校的校风与办学特色。它也悄然教会了我们守纪律、讲秩序，也在学子心中种下归属感。南洋女中校友龚盼盼从事汉服设计，她对传统服饰的热爱源于对历史的好奇与热忱。大多数校服都会配上校徽，但盼盼发现她母校的校服很特别，简洁利落的南洋红字刺绣显得别具一格。放远来看，在新加坡教育发展的长卷中，这些风格各异的校徽究竟讲述着怎样的故事？带着这份好奇，盼盼开启了她的探索之旅。第一站，她约见了《我的校服时代》这本书的作者郭义贤，地点正是义贤的母校德明政府中学。哇，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哦。对呀，我们花了2年的时间，到了143所学校，拍了627个学生，拍了将近5万张照片，所合集的一本书。这本书收录了多所学校的校徽与校服，并加以分类，附上解说。翻阅书中各具特色的校徽，盼盼期待能亲眼见到实物。辗转之下，两人找到了校徽收藏者李竹枝。李竹枝从1995年中一时便开始收藏各校校徽。哎，Chris， 你是为什么会开始收集这些徽章呢？是中一的时候，我是读下午班，所以早上我就很早起来，就会坐车到处每个学校就去见他老师啊、校长啊，就跟他讲我有收集校徽，我需要去你的书店买这些校徽来收藏。李竹枝的收藏可以按学校的历史背景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其中一类校徽上有拉丁文校训，例如莱佛士女子学校、圣诺瑟书院、史启纳中学、莱佛士书院、巴西班让中学。我中学的时候是 Symphony Band 嘛，那时候就 SYF competition， 碰巧就认识到一个女生，她也是跟我一样吹黑管的。那时候她的学校，我知道她学校也是有那个校徽，就问她你有没有多余的校徽，我想收集，所以她就给我了她的校徽，就是这个，好浪漫哦。我还收到现在了，对，很有意义嘞。另一类校徽则属于早期由华商、华社或个别方言群体创办的华校，例如中正中学、光阳中学、南华中学、中华中学，还有华侨中学。郑昭荣自1965年投身教育事业，亲历了新加坡独立后教育体系的变革历程。基于对校园文化的深刻理解，他长期致力于多所学校的历史文化研究。第2次世界大战之前，当时有很多那个富有的商人，他们把子女都送去英校。华校小学的学生毕业之后没得上中学，所以陈嘉庚看到这种情形，决定创办这个华侨中学。
盼盼得知华侨中学文史馆刚刚翻新完毕，便决定走访一趟，希望认识更多有关华中校徽背后的故事。馆中的展品大多是由校友捐赠的，它不仅讲述学校的演变，也承载着一代代校友的共同记忆。盼盼你好，哎，老师您好。你好，欢迎你到我们华侨中学校史馆来。我是高中部母语部主任杨正光。这一套呢是我们华侨中学为了庆祝2019年的100年校庆，特别制作的学校徽章的特别纪念组合。这2枚圆形的校徽，就是我们华侨中学建校初期所使用的2种校徽的设计，就参考了当时中华民国国旗上的5色，那么再加上18颗星，星星的数量参考了当时中华民国陆军军旗上面这样的一个星数。再往后一点，它形状很不一样。对的，形状就不是圆形了，更多的是像一个西洋的盾牌。但是我们还看到了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左上角的这一枚对你来说应该就非常熟悉了。对，非常熟悉。对了，那么据我了解，你家人好像也有我们华中的校友哦。我的先生。羽毛笔象征了对这样的一种学术的追求，火炬象征了学习的热忱，那么铁锤呢，就象征了这样的一种尚武的精神。黄色象征皇权，红色寄予奋斗精神。这2种在华族文化中意义非凡的颜色，也贯穿在这枚沿用了70多年的校徽设计里。从30年代就一直沿用到了2005年。可以说是我们新加坡人对于华中最常见或者认识最广最久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既然校徽已经成为经典，校方为什么在2005年决定改版呢？千禧年过后，新加坡多所学校推行直通车制度。华侨中学是其中之一。现今的华侨中学不只整合了初中和高中，也接纳南洋女中直通车学生直升高中部，校徽因此必须回应转变。2005年启用的新徽章，以艺术化的“华”字为主体，保留旧校徽火炬意象，并融入原有华中初级学院校徽的设计元素。我们学校呢，一向来都是希望说，同学们不论是在个人的学习或者是其他的追求，都可以做到自强不息。在华族文化还有语文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上面，也可以做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尽管多次演变，校徽中所蕴含的创校精神和教育初心，一代接一代地传承着。50年代的新加坡社会动荡，一些华校因为部分学生参与学潮而被迫停课。当时政府为了让受影响的学生能够继续上学，设立了4所政府华文中学，分别为嘉冷西，也就是现在的德明，还有华裔、立化和德新。这4所学校，他们不能够委任校长，是由教育部直接选派校长。我本身在立化当过教师，而立化的这个校训立德、立功、化仪、化完。化完的目的是希望学生能够有良好的品性。立化的校训却是学校的咨询委员会订立的。
早期的华校都是有董事部，那么董事部可以委任校长，而这个位校长的治校理念就变成了学校的这种校训，也就是说他们的校风有做长远的影响。其实，在更早的年代，教会学校的校徽在众多徽章中也格外醒目，容易辨识。这是教会学校的校徽，好像这是海星的校徽，这个是圣经中学的校徽。当初这些学校都是教会从外国派来的神父啦、修士啦、修女啊来担任校长，比如说海星啦、公教啦、圣尼格拉啦这些教会学校。那这些教会学校跟普通的华校有很大的不一样。早期的华校没有把宗教的教育带进课程里面，但是这些教会学校他们都有一个时间让学生听圣经，那么在上课之前的聚会他们都要祷告。他们是最早推动双语的中学，而培养出最早的一批双语人才。60年代以后，为了配合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需求，政府设立了多所工艺和技术学校。那最早的工艺学校就是柳湾镇工艺学校，那么丹戎嘉东工艺学校，还有伯里工艺学校、晋升工艺学校等等。因为我在伯里当过教师，所以当初公教也被派到伯里这边来学木工、金工，理化也跟金生配对，理化学生也要过去金生那边学这个金工、木工之类的。也就是说，当初教育部或者国家非常重视这个工艺教育。这期间，新加坡也开始兴建祖屋。1964年推出居者有其屋计划，卫星镇相继在郊区建立。为了配合人口迁入，这些邻里陆续设立学校，供新居民的孩子上学。好像在大巴窑就建立 First 多巴幼，也就是大致中学、Henderson 中学，这些都是根据学校的所在地来命名。红帽桥中学啦，也有德义中学啦、乌洛中学啦、彩七中学啦、金文泰中学啦、玉朗中学。这是我的校徽。我们学校是红章中学嘛，就是设在红章那里。校徽就会有这种形状，是代表它的那个地方啊，它是个红山嘛，就是一个山，里面这个字其实是 BM， 代表 Bukit Merah。这跟早期的华校以创办人的名字或者是庙宇的名字来命名有一些不一样。建国前，新加坡共有351所华校。虽然部分学校已经走入历史，但学校的点点滴滴都潜移默化地成为他们人生的座右铭。我们的校址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建校是1906年，然后校徽是在1930年代，就是当时的一位画家张如契帮我们设计的。他也是多蒙的老师。这校徽为什么是一个灯塔呢？灯塔是会放光的，对不对？它就像一位老师在引导学生，所以灯塔是引导海上航行的船只。学生呢，就像那个船只，要有目标，不然就是走错方向。那么这个灯塔就代表老师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方向。那么在灯塔附近有8颗星星闪耀着光芒。这个是象征，这间学校是潮州先贤所创办的。那么这个潮州8个县，我们所谓的潮州8业的人士大力支持，表示他们有这个学校办好的决心。一个人的那个
品格的形成，在小学的时候很重要。所以你在小学读书的时候，你的校长跟你讲校训的意义呢，儒家跟华族的传统思想跟修养，你会记在心上。一所校风良好的学校是师生共同营造的精神家园。这样的校园文化使在校学生与校友产生深厚认同，对母校有着独特情感。走访多所学校后，盼盼也想起了自己的母校南洋女中。南中的校徽和其他学校不同的地方，是它并非校服的一部分。天蓝底色，鲜黄南洋女中美术字，下方列出校训：勤、慎、端、朴。南洋女中由刘应先当校长之后，才提出这个校训：勤、慎、端、朴。这个校训的目的是希望在南洋女中受教育的学生能够勤于学、慎于言、端其行、朴其事，也就是说，希望能够培养出南洋女中的学生成为一个有高素质的女性。哎，盼盼你好，校长你好，欢迎你回来学校，回来娘家。谢谢。现在你在看的是我们的南中的那个历史文化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历史长廊。哎，这个就是我们的学校的校服，我们的第一套的校服。勤慎端朴，朴实无华，不需要很华丽的外表，但是可以是很简单、很单纯。可是却能够带出孩子们的那种新时代女性的那种智慧美，所以我们的校服一直坚持到现在都是全白的。但是后来到刘渊校长的时候，他讲说，但是我们全白还不能够体现出我们南中的学校的那种身份认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后来你们熟悉的那个南洋2个字红字，所以我们的南中的校服最特别，是全新加坡唯一有名字的校服，所以你叫孩子们说明天上学记得穿红字，他们就会穿这个全身白的这样的一个校服来上学。而且那个红色真的是就是有画龙点睛的那种。是，远远的你看到全身白，但是你就看到了南中。其实我真的很喜欢我们的校服，因为是没有领没有袖，真的很舒服。我现在重新再看这个校服，我真的觉得说我们南中的校服在当时当下已经是走在时代的尖端，这个就很契合我们南中创校一开始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让我们新时代下我们的女性得到教育之后，不管在方方面面，在行为上在思想上，在各个的行动方面都能够走在时代的尖端，那种新女性的那种象征。1917年，革命领袖孙中山经过来新加坡创办这个女子学校，也就是南洋女中。他们为什么这么积极的推动这个女子教育？目的是希望他们在受完教育之后呢，能够为经济跟政治做出贡献。早期的女校还有南华、南侨、中华与圣尼格拉，其中南华、中华还有南侨，如今已改为男女混合学校。南侨中学以前是南侨女中，它的校训是诚一，这是福建会馆属下的学校，都是用这个诚一做校训。我自己是在算是传统华校长大，我在圣尼格拉女校读书，我们的校训德纯义坚。它怎么塑造了我的人格品德这样的一种发展，一直到现在都会一直影响着我的为人跟处事。其实很多时候我也跟孩子们讲，一个学校整个的氛围跟文化其实有6大要素就是人事物情景观。
好，所以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都是校服，它就是人事物里边的第3个，对吧？所以你要讲再有怎么样的精神面貌，你一定要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校服就是其中的这样的一个物啊，把它带出来。目前，新加坡有300多所学校，各有独特校徽、校训和校服。他们培养出来的莘莘学子，也都展现不同的精神面貌。教育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今日的学生乘凉在绿荫之下，也能通过一枚校徽，望见前人种树的身影。